结婚7年，妻子还是完璧之身。我和妻子一直分房睡，他拒绝跟我任何的身体接触，只因他想把贞洁留给白月光。得知真相的我提出了离婚，然而他却又开始了苦苦纠缠，直到命运又给了他一次选择的机会，而他的选择却让我震惊。酒桌上，男人间的话题无非就是钱跟女人。酒过3巡，张恒满脸贱笑，压低声调对我道：“阿然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还没碰过柳如烟？”我应了声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。他说自己还没准备好，我总不能强迫他吧？你都给他多少年时间了？张恒摇了摇头，感叹道：“从大学那会儿开始，你追了他整整4年，结婚又3年，整整7年，连手都没怎么牵过。在所有朋友里，就数你最纯情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淡淡的笑容里满是苦涩。夫妻间的事情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他始终不肯。喝到微醺，我跟张恒各自回家。推开门，客厅的灯光亮起，屋内一片寂静，不知道柳如烟回来了没有。兴许是酒劲上头，我鬼使神差地朝他的卧室走去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后，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只有床头的小夜灯散发着微弱的光。我眯起眼睛朝床上看去，轻声唤道：“如烟，你睡了吗？”话音刚落，一个枕头猛地飞了过来，重重地砸在我的脸上。出去！刺耳的尖叫声响起，一身酒气顿时吓散了大半。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别怕，是我。陈然，你干嘛？柳如烟已经坐了起来，双手紧紧攥着被子，愤怒地对我发出质问。我就是想看看你在不在家。我如实说道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一身酒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柳如烟声色俱厉道：“滚出去！我真没有那个意思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就砰的一声关上。看着掉在脚边的枕头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，低声喃喃道：“夫妻之间有必要这样吗？”捡起枕头扔在沙发上，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默默地点了根烟。第二天，柳如烟要跟闺蜜逛街，大清早就出了门。我担心昨晚的冒犯让她生气，一连发了数条道歉的短信，无一例外全部石沉大海。直到下午我才收到她的信息，让我买3杯奶茶，送去国贸商场的甜品店，晚些还要帮他们拎东西。老婆妈当然得宠着了，我当即穿好衣服，以最快的速度买好奶茶，驾车抵达柳如烟所在的甜品店。只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隐约听见柳如烟的闺蜜林婉清问道：“如烟，你是说她昨晚偷偷进你房间了？”说起这事，柳如烟还有些恼怒，被我赶出去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没让她碰过你啊？林婉清又问道，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。听到这话，我整个人尴尬的僵在门口。本以为只有男人之间才会聊这些话题，没想到女人八卦起来更加露骨。只是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柳如烟的回应：“我的第一次必须留给陆景川，怎么能给他？他不是出国了吗？下周就回来了。”我木然地站在甜品店门口，觉得手里提的奶茶沉重的像灌了铅。我曾可笑地以为柳如烟不肯让我碰她，甚至连牵手拥抱都少有，只是因为她性格保守，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没有想到，原来她是一直放不下自己的白月光陆景川，所以才装得冰清玉洁，对我守身如玉。短暂的恍惚过后，我又释然了，内心反倒一片平静。这些年来，我想我已经还清了柳家的恩情，既然柳如烟心里还有别人，那去找她就是了，不需要守着跟我名不副实的婚姻。再这么继续下去，也只会徒增折磨罢了。离婚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想到这，我很想直接冲进去跟柳如烟提出离婚，可是又不得不压下这个念头，这样太过唐突，会让柳家难做，甚至可能颜面扫地。柳家对我有恩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该把事情做得太难看。8年前，我父亲经营的小公司因为合伙人卷款跑路而破产，一夜之间债台高筑，父亲承受不住打击，脑溢血住进了 ICU。母亲为了筹措医药费，四处求人借钱，却处处碰壁。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亲戚朋友，全都对我们避之不及，生怕被牵连。母亲走投无路，跪在父亲曾经的生意伙伴面前，却只换来冷眼和嘲讽。最终父亲还是走了，母亲悲痛欲绝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却还要强撑着为我撑起一片天。一个冷冽的深夜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小然妈，对不起你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一定要出人头地。”无论我怎么哭喊，母亲还是闭上了眼睛。我多想随他们一起走，但我不能。正如母亲说的那样，家里只剩我了，我就是陈家唯一的希望。我发誓，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，要让所有看不起我们家，甚至落井下石的人，全都只能仰望。想要翻身，我必须抓住一个机会。柳如烟的父亲柳远山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。柳叔是我父亲的故交，在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时，只有他伸出了援手。他替我安排了父母的后事，又让我进入柳氏集团任职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能从底层一步步往上爬，费尽心思变得圆滑世故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，直到爬得越来越高，为整个集团带来数不清的利益。我需要顾及柳家的颜面，离婚也只能在私下里提。深吸口气，我强装出如往常一般的微笑，朝柳如烟走了过去。如烟，你要的奶茶。等吃完甜品，柳如烟又拉着林婉清逛了好几条街，我则在一旁陪同，手提袋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重，直到傍晚她才跟林婉清告别。我跟柳如烟来到地下停车场，坐进车内，我开口道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柳如烟明显一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见她不说话，我继续道：“其实你我都明白，我们的婚姻不过是挂个名头而已，表面上的夫妻，表面上的同居，实际却丝毫没有感情。你只是听从家里的安排，勉强嫁给我而已。这样的关系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放过你也放过我，对我们都好。”沉默许久，柳如烟依然没有回应，只是偏过头看向车窗外，轻声道：“回家吧。”既然他现在不想谈，那我也不着急。将一切挑明以后，整个人反而轻松许多。回家的路上，柳如烟始终没有说话，只给我留下一个没有表情的侧脸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也不没话找话，就让气氛一直沉寂着。回到家后，我们依然保持沉默。他回他的房间，我回我的房间，躺在床上，一整天的疲惫让我很快睡了过去。深夜，我忽然听见些许响动，似乎是房门被人推开的声音。我迷迷糊糊的睁眼，朝着门口方向看去，就见一道披着长发的人影走进房间。如烟。
烟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轻唤了一声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昏黄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天花板上，借着昏暗的光线，我看见那人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东西。短暂的茫然过后，我猛地反应过来，是剪刀。我一把拍下床头的开关，灯光随之亮起。满脸阴沉的柳如烟手持一把裁缝剪刀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愤恨。我皱起眉，冷声问道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柳如烟没有吭声，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眼中的情绪明暗不定。短暂的静默过后，我逐渐冷静下来。就算再怎么样，柳如烟也做不出什么过激的事情，大不了就是进趟医院，我也好彻底切割，当面跟柳叔提离婚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柳如烟紧握着剪刀，声音有些发颤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？话音落下，我顿时觉得荒唐至极。明明是他心里惦记着别的男人，现在反倒问我是不是有别的女人。我皱起眉，忽然觉得柳如烟无比陌生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人吗？这几年以来，我为柳家打拼事业，除非是必要的商务应酬，否则连公司的聚会都很少参加，更别提接触什么异性了。不然呢？柳如烟精致的脸上此时满是阴郁。为什么突然跟我提离婚？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的婚姻没有感情，所以没必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。当初你求着我爸让我嫁给你，卑微的像条狗一样，现在又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了。我一怔，原来在他心里，我一直那么卑微吗？当初柳如烟正跟陆景川爱得难舍难分，却不知陆家因为一桩商业欺诈案陷入巨大的漩涡，那件事牵扯甚广，直接导致陆家一夜之间声名狼藉，名下的资产被冻结，陆景川的父亲甚至面临牢狱之灾。那个时期，谁跟陆家沾上关系，谁家就得跟着倒霉。偏偏柳如烟又跟陆景川走得太近，两人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刘远山想要断绝所有隐患，也为了避免外界的流言蜚语，所以才希望我能娶柳如烟。虽然婚姻大事关乎一生，但出于报恩的心态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，开始扮演一个合格的丈夫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件事在柳如烟看来，竟成了我横刀夺爱，毁了她和陆景川的幸福，所以才让她无比恨我。你还年轻，能找个比我更合适的人。我的语气平静，嗓音略显低沉，比如陆景川。当我把这个名字摆到明面上时，柳如烟明显有些错愕。其实我一直都清楚，你从没放下过跟他的感情。没关系，我不怪你，只是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我对你够好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这么过下去。等时间一长，我们总会成为真正的夫妻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笑容里尽是苦涩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不让我碰你，竟然是为了陆景川。哐当一声，柳如烟手中的剪刀掉在地上，我无奈地起身下床，替她捡了起来。伤到自己就不好了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办理离婚吧。不行，柳如烟看着我，语气偏冷。怎么了？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问完我又补充道，别担心，我可以净身出户。这些年来，我的一切都是在柳家得到的，现在还回去也算是理所应当。从此以后我就不欠你们了。柳如烟摇摇头，冷声道，我不同意，不同意也得离。我觉得可笑，回到床上把灯一关，不再理会柳如烟。黑暗中我听见她站了很久，最后才默默离开。一夜过去，闹钟还没响起，我就从床上醒来。全年无休的工作让我过得很是疲惫。在决定跟柳如烟离婚以后，我决定让自己休息一天，也好空出时间去趟民政局，把离婚手续办好。30天的冷静期，我还是趁早搬出去吧。我揉了揉有些凌乱的头发，喃喃自语，否则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难免会有些尴尬。当我走出房间，发现柳如烟已经出门了，看见餐桌上她留下的早餐，我不由得一愣。自从结婚以来，柳如烟从不下厨，也没做过任何家务，这些一向是我承包的。原来她会做饭吗？我在餐桌边坐下，简简单单的青菜瘦肉粥，咸淡掌握的恰到好处。越是简单的菜式，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厨艺功底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柳如烟的厨艺竟然这么好。想来是我没资格吃她做的饭，所以直到现在才知道吧。吃完饭，我走进柳如烟的房间。其实我们的房间从来都不上锁，只是新婚那天，她就明确跟我说过，她还没准备好，所以不能同房。我依然记得她当时的语气冰冷而强硬，眼神里满是厌恶，所以我一直遵守约定，从来不做逾越之举。直到后来，柳如烟的父母提起想要抱个外孙，她的态度才有所转变。她不再那么强硬，而是变成一种恳求，让我再等一段时间。我尊重她的意愿，连亲密的举动都很少去做。这一等就等到了现在，直到我得知她是为了陆景川才保留着自己的贞洁。当我看清这一切后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我只想找到结婚证和户口本，尽快办完离婚手续，彻底结束这段荒唐的婚姻。我翻箱倒柜的搜寻，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似乎被柳如烟刻意藏起来了。无奈我只好给她打去电话，但是始终没人接听，就连短信都没有回复。经过大半天的等待，手机终于收到一则信息，但不是柳如烟发来的，而是张恒发来的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柳如烟挽着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，两人正朝一家5星级酒店的大门走去。那个男人正是陆景川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呼吸不由得一滞，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压抑的痛感复杂的难以言喻。今天想必就是陆景川回国的日子。柳如烟连办理离婚的时间都不肯等，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去找他开房，急着给我戴绿帽，所以才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。我拿着手机，浑身因愤怒而微微发抖。柳如烟，一个婚内出轨的女人，我恨不得把这件事昭告天下，好让所有人都来评评理。可是我得顾及柳家的颜面，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。直到深夜，柳如烟才带着些许酒气回来。当她打开灯，才发现静坐在沙发上的我，似乎被吓了一跳，拍着胸口道：“好端端的怎么不开灯？”我没有理会她的话，只是平静道：“明天跟我去趟民政局，先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”
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同意离婚。柳如烟皱着眉不耐烦道：这么多年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吗？感情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？你心心念念的只有陆景川，他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成全你们，只要我们离婚，你俩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柳如烟神色一慌，随后变为愤怒，嗓音尖锐道：陈然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你的妻子，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这话不是你亲口说的吗？我挑眉冷声说道：你的第一次必须留给陆景川。柳如烟，你还真是痴情啊！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明天跟我去民政局，我的态度异常坚决，这件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柳如烟愣了愣后，立马换上一副面孔，委屈巴巴地拉住我的手臂，我那是跟婉清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？你再等等，等我准备好，就把自己交给你。说着，他微微低头，露出娇羞的模样，到时候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如果不是亲耳听见那些话，又掌握了照片的证据，恐怕我真会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过去。不过现在我只觉得恶心，你少跟我装模作样。等过段时间，恐怕你都怀上陆景川的孩子了吧？到时候查出怀孕，你是不是还打算说孩子是我的，让我戴一辈子绿帽子？我直接调出手机里的照片，举到柳如烟眼前，她竟然还要狡辩，这照片是合成的。陈然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看着柳如烟感到无比心寒，难道非要被我捉奸在床，你才肯承认吗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柳如烟抓住我的手腕慌乱道：我跟陆景川开了2间房，只是多年未见酗酒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这说法简直可笑至极。柳如烟，你编这种谎话，自己不觉得荒唐吗？我冷声道：我可以托人去查酒店的开房记录，你真要把事情闹到那种地步，我给柳家留颜面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明天就跟我去离婚，我们给彼此留些体面，不好吗？不可能！柳如烟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，她抄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竟是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雪白的脖颈间顿时多出一道浅浅的红痕。你疯了！我一把夺过水果刀，顾不得刀锋划破掌心，刺痛感瞬间传来，激起了我压抑已久的火气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别在这跟我要死要活的。闻言，柳如烟凝视着我，眼眶泛红。陈然，你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难道不是你给脸不要脸吗？我不再顾忌什么直言道：你不同意离婚是吧？行，那就看你爸怎么说吧。柳如烟顿时急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别告诉他，我们可以好好谈，没必要让他知道。我推开他的手，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，可你今天还是去找他了。我们结束了。我不再废话，转身离开了家，在酒店过了一夜，我只觉得浑身轻松。第二天清早我便出了门，因为柳叔喜欢喝茶，所以每次去我都会带些好茶叶。虽然这次情况特殊，但也没有例外。等我来到柳家别墅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柳母看见我，连忙热情地招呼道：小然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平常听你柳叔说，你在公司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吃饭都得掐着点。今天妈亲自下厨，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哈。面对柳母的热情，我的心绪有些复杂，勉强挤出个微笑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跟柳叔说点事情，晚点就该走了。柳母一摆手扬怒道：傻孩子，再忙也得好好吃饭，别说了妈去忙了。话音未落，他就转身走向厨房，毫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柳叔柳母向来如此，在我跟柳如烟结婚以后，他们便是我如己出。从各种角度而言，柳家都算是我的第二个家。可惜因为柳如烟的事情，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家了。柳叔见我提着大袋小袋的东西进来，笑着道：小然，你带的茶叶我都喝不完了，上次不是说了不用带吗？这么多年回自己家还这么拘谨。我放下东西，开着玩笑应道：您喜欢喝茶，我就多带一些，要是哪天您换了爱好，我还能换着花样送呢。柳叔乐呵呵地摇了摇头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很欣慰了。今天怎么一个人过来？如烟呢？他有事。我简单应了一声，坐下后又与柳叔闲聊了会儿，然后才正色道：柳叔，我这次过来其实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情。等柳叔抬起头看向了我，一如既往的温和目光让我有些无措，但还是硬着头皮道：我准备跟如烟离婚。什么？柳叔满眼震惊，端着的茶杯都晃了晃，愣了好一会儿，他皱起眉严肃道：你们吵架了，还是闹别扭了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我来管他。柳叔清楚我的性格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绝对不会提离婚这种事。我摇了摇头说道：柳叔，其实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跟如烟还一直分房睡，我们就像被那本结婚证困住的2个陌生人，只是做着表面上的夫妻而已。如烟一直念着陆景川，对我却没有半点感情。现在他回国了，我想也该结束这段婚姻了。听到这，柳叔基本也明白过来，哪个男人能够忍受自己的妻子心里一直装着别的男人？沉默许久，柳叔才对我问道：小然，你爱如烟吗？闻言我抿了下嘴唇，陷入一阵默然。任谁都看得出来，我对柳如烟的感情，自婚后以来，我并不只是在扮演一个合格的丈夫而已，常年累月的悉心照顾，事无巨细的体贴入微，全都能体现出我对她的用心。即便她不肯让我碰她，可我也从没做过出格的事情，从未跟其他女人有过任何暧昧关系。我本以为时间会证明一切，终有一天能融化她心中的坚冰，却没想到这样的爱只是让我卑微到了尘埃里。陆景川一回来，柳如烟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他的怀抱，显得我要多可笑就有多可笑。小然，你应该也知道，我是真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了。如烟这丫头从小就被他妈惯坏了，做事从不顾及后果。既然你对她有感情，那就让柳叔为你出刺头，我总能把她骂醒的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是希望能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。如果翻出柳如烟跟陆景川开房的照片，破坏的不仅是我跟他的婚姻关系，更会伤了柳叔柳母的心。没必要，柳叔，我跟如烟没有将来了。您知道，当我亲耳听到他说不让我碰是为了把第一次留给陆景川的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感受吗？就像有一把钝刀，一下又一下的割在我的心上。谁能容忍自己的妻子精神出轨？就算只是精神层面，我也没有办法不去在意。虽然我没把话说完，隐瞒了柳如烟跟陆景川去酒店的事实，但柳叔的脸色还是变得无比阴沉。他怎么敢？简直不知廉耻！小然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叫他过来，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这时柳如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怨愤地看着我。好啊，我
我这就给你个交代。诚然，你真想把事情闹大是吧？你不是想离婚吗？证件我都带来了，这就成全你。话落，柳如烟便转身走向屋外。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，但这件事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。我从没想过要把事情闹大，也不想让柳家难堪，只是想尽快离婚而已，彻底结束这段荒唐的婚姻关系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求。柳叔，以后应该不能再这么叫您了。我站起身，深深地对着刘远山鞠了一躬。不过我会一直记得您对我的恩情，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感激不尽。小然，柳叔皱起眉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离婚后，你就不打算再跟我们家往来了吗？”我微笑着没有应声，深深地看了柳叔一眼，随后转身走向屋外。来到别墅门前，柳如烟就站在门边等我。我看了眼时间，说道：“现在去民政局，他们应该午休刚结束。诚然，你就这么急着跟我离婚吗？甚至不惜闹到我爸妈这里来？”我跟婉清开玩笑的话，你怎么就当真了呢？我跟陆景川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柳如烟真相如何，其实都不重要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平静道：“只是因为我想明白了而已。这些年来，你的心里一直装着陆景川，至于我，只是个利用你爸上位的虚名丈夫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们就是了。离婚后，你就可以清清白白的去找他了。毕竟我还没碰过你呢。”闻言，柳如烟的面色有些难看，咬着嘴唇道：“说了一堆，你不就是怪我没跟你同房吗？我说了给我点时间准备，就这么难吗？你就这么看我？”我皱起眉，本想说些什么，可是看着他自以为是的模样，我明白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证件都带齐了吧？走吧，去民政局。没带。柳如烟冷声说道，一副根本不打算走的模样。先前他之所以那么强硬，只是想把我从柳叔跟前支开而已。如此幼稚的行径，显得很是可笑。我点点头，随意道：“行，那不离了。”话落，柳如烟的双眼猛地一亮，她刚想开口，脸上的神色又因我的下一句话而变得暗淡。无论离不离婚，我都会离开，其实没有多大影响。什么？柳如烟当即问道。离开你要去哪？我冷淡道。这事跟你没关系吧？柳如烟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神色有些慌乱。我们还没离婚，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用这徒有其名的婚姻来约束我吗？我直视他的眼睛，默然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我想去哪就去哪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管不着也别过问。”诚然，柳如烟气愤地呵斥了一声，立马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放柔语调道：“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过日子，你想做什么我都依你。”他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，俏脸上满是坚定。如果换做以往，我应该会很开心吧？先立业再成家，结婚这么久，就差生子这个步骤了。可是曾经最期待的事情，现在却无法在我心中激起半点波澜。我已经还清了柳家的恩情，也放下了对柳如烟的感情，现在我该走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活着。算了吧，我淡淡道。曾经求而不得的东西，现在我不想要了。说完，我走出别墅院门，坐进自己的车里，朝着家的方向驶去。柳如烟同样驾车，一直紧紧跟在我的车后。我没有理会，到家就开始收拾东西。原来一起生活这些年，属于我的东西并不多，仅仅一个行李箱就能装完。当我拉着行李箱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被柳如烟拦在了门口。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她红着眼眶，声音哽咽。你把行李放下，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？说着，她抬起手，开始解开自己衬衣的纽扣。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我给你好不好？我平静地看着柳如烟，没有出声也没有制止。见我无动于衷，才后知后觉地认清现实，低哑地问道：“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”我没回答，只是淡淡道：“让一下吧。”柳如烟步履沉重地退到墙边，缓缓地蹲了下来，还手抱着膝盖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我垂眸看了她一眼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旋即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当我跨出那道门槛，似乎觉得一切都变得不同了。关上大门的一瞬间，便隔绝了所有的过往，终于结束了。这些年的存款足够我好好放松一段时间。我去过苍茫的雪山，也看过蔚蓝的大海。当我骑着骏马在草原上自由驰骋时，从未感到人生竟然如此快意。这天，我终于等到了一通电话，来自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通知，是柳如烟向我提出的离婚诉讼。在我离开后，她根本没必要再守着这段徒有其名的婚姻，毕竟她根本不爱我，更何况还有陆景川在等着她。离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我没耽误时间，当即买了返程的机票。大半天过去，我便回到了这座充满回忆与哀伤的城市。当我走出机场，心绪不免有些怅然。这座城市总让我回想起这些年的无奈与心酸，但这里又生活着我在意的人，同样留存着我生活过的痕迹。摇摇头，我不再多想，走到路边打了辆车。当我根据地址来到律师事务所的时候，却发现整个事务所空无一人。有人吗？我疑惑地喊了一声，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没等我转头，后脑就传来一阵剧痛，视线骤然一黑，整个人瞬间失去了意识，不知过去了多久。当我再次睁眼，发现周遭一片昏暗，只能透过头顶缝隙漏下的蒙蒙光线，从锈迹斑驳的陈设上判断，这里似乎是一座废弃的仓库。边上传来些许动静，我艰难地转头看去，发现陆景川竟然也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，只是他的情况似乎比我好些，整个人的精神并不萎靡。我皱起眉，思索了一阵，心中有了猜测，难道是他自导自演一出绑架的戏码？想试探柳如烟究竟爱谁，究竟能不能因为他对我的生死不管不顾？答案显而易见，根本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。难道是想扒开我的伤口，再往上面撒把盐？后脑传来阵阵钝痛，我的意识又开始模糊。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我吃力地仰头看了过去。柳如烟提着手提箱，正在与几个蒙面绑匪交谈，似乎准备熟人。看见他的一瞬间，我的心底燃起些许期望，可是很快又熄灭了。如果是2选1的选择题，那他必然是不会救我的。这般想着，我脑袋微垂，再次陷入昏迷。
或许丧失意识可以让我觉得好过一些，至少可以短暂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。当我从昏迷中苏醒，便嗅到一股腐朽的泥土气味，这又是哪儿？不等我想明白，浑身传来的剧痛几乎快要撕碎我的意识，疼好疼！我的手脚像断了一样，提不起半点力气，能感受到的唯有铺天盖地的痛觉，浑身都像散了架，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，竟是让我难以分辨究竟哪里受了伤。我无力查看自身的状况，只能犹如一具死尸，毫无生气地瘫在地上，周遭寂静无光，等待我的似乎只有死亡。果不其然，柳如烟并没有选择救我。那时候我怎么还会抱有一丝幻想呢？一方是爱之入骨的白月光，另一方是被迫成婚的名义丈夫，谁都知道该怎么选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想到这些，我的内心竟然传来一阵空虚的疼痛。难道我还没放下柳如烟吗？未免有些太可笑了吧。自嘲和悲哀渐渐演化为绝望，无声地淹没了我。我缓慢闭上眼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爸妈，你们在等我吗？我这一生真的好累啊！急促的警笛声打破了死寂，由远到近，催促着我睁开双眼。一道手电筒的光束射了过来，我听见有人高呼：“在这人在这！”数道人影朝我跑来，急切道：“撑住，撑住啊！”我也很想坚持，可是眼皮却愈发沉重。昏迷前，我只能感觉到自己被抬上担架，然后便彻底丧失了所有意识。等再次恢复意识，我嗅到了刺鼻的消毒水味。我想睁眼查看周围，但却根本无法做到，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。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医生，他什么时候会醒？”我认真分辨，很快认出这是张恒在说话。这时，另一道声音应道：“患者遭受过长时间的暴力伤害，多处软组织挫伤，伴有内出血。这些伤势还能慢慢养好，但患者的脑部遭受过重击，伤及神经，很可能成为植物人。”闻言，我的内心猛地一沉。我植物人？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？我拼命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可是无论怎么努力，身体只传来阵阵虚弱，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还不如别救我。我渴求自由，也能接受死亡，唯独不想作为一个废人苟延残喘。张恒又跟医生聊了许多，但我已经听不清了。直到他叹息着在病床边坐下，对我说道：“阿然，这命运怎么就这么不公平呢？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。叔叔阿姨走得早，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，偏偏还爱上个不值得爱的女人。”柳如烟跟陆景川纠缠不清，这算什么事？传出去都让人笑话。虽然他现在后悔了，成天念叨着你，但没有他的话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张恒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我从中得知了许多事情。原来在我离开以后，柳如烟才追悔莫及。陆景川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便策划了一出绑架的戏码，想知道柳如烟究竟更爱谁。那时候柳如烟并没有选择他，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。陆景川因此恼羞成怒，当即决定展开疯狂的报复。他派人控制住柳如烟，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我遭受毒打，这便是我这一身伤势的由来。之后陆景川又把柳如烟关在别处，让他在悔恨与饥寒中自生自灭。柳如烟数天杳无音讯，柳家很快起了疑心，派人展开调查，没费多少功夫就查到了陆景川身上。通过一些特殊手段，逼迫他说出了我跟柳如烟的位置。警方接到报案以后，很快就赶来施救，好在被困的时间不算太久，我跟柳如烟都撑了下来。只是他的情况也不太好，同样陷入昏迷，正在隔壁病房疗养。听完这些事后，我的心中百感交集，因为柳如烟最终选择了我而欣喜，也为当初把他推给陆景川而后悔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能想到陆景川竟然这么丧心病狂，能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？如果我没有回来呢？落入魔爪的柳如烟又会怎样？我不敢想。昏迷的黑暗中，我又听见了熟悉的声音：“小然，小然啊！”柳叔的嗓音里带着浓郁的悲痛，想来他也从医生口中得知了我的情况。一双温暖的手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柳母同样哀伤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爱这可怎么办啊？”听出他们言语中所带的真情实感，我的心中有一道暖流淌过。一直以来，柳家都视我如己出，在我跟柳如烟结婚以后，柳叔柳母又何尝不是我的父母呢？我想尽快好起来，想要起身给他们一个拥抱。这个世界还很美好，还有人值得我去珍惜，我绝不能就这样躺在这里。前所未有的信念充斥我的整颗心脏，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一下比一下强烈。一旁张恒惊喜地低呼道：“阿然的心率有变化，他能听到，他能感受到我们。”可我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了。长久的黑暗中，我无法分辨昼夜，只能通过值班的护士判断，约莫已经过了10几天。这天伤势还未痊愈的柳如烟来到我的病房，她哽咽着说道：“阿然，我好想你。”我能感觉到她小心翼翼地把脑袋埋进我的怀里，声线变得有些发闷：“我好想你啊，你快点醒来好不好？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我一定懂事，一定会做全世界最贤惠的妻子。”我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，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回应。忽然间，我的手指抽动了一下，即便这个动作非常微弱，可柳如烟还是敏锐地感受到了。她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：“你答应我了，对吗？”时光飞逝，转眼已是2年后的一个傍晚。夕阳拉得好长，天边的云彩绚烂如画。柳如烟手捧着一大束红玫瑰，无比张扬地站在公司门口。2年来，她每天都会准时在这里等我下班，风雨无阻。陈总、柳小姐天天都来，千金大小姐倒追你啊！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不准备给人家一个机会吗？多痴情的姑娘啊！我们羡慕都羡慕不来。听着同事们的打趣，我微笑着没有说话。当我走出大门，柳如烟就小跑着迎了过来，脚步无比欢快。阿然，我追了你这么久，总该给点回应了吧？我一挑眉，笑而不语。他直接把花塞进我的怀里，收了我的花，也算一种回应哦。我低头看了看怀中的玫瑰，又抬头看了看眼前笑靥如花的女人。2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，我从植物人的状态中奇迹般的苏醒，又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康复训练，终于重新站了起来。而柳如烟也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变成了一个会煲汤、会照顾人的女人。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我笑着问道。你猜？柳如烟眨了眨眼，挽住我的手臂，反正肯定比昨天的好。
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任由他挽着我朝停车场走去。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永远不会分开。对了，我爸让我问你，这周末有没有空回家吃饭？柳如烟忽然说道。有啊，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复婚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紧张。我停下脚步看着他，看你表现。诚然，他气鼓鼓地捶了我一下，随即又笑了起来。那我可要继续努力了。晚风轻拂，带着初夏特有的温柔。我看着身边这个曾经让我痛苦万分，如今却让我倍感温暖的女人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也许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路注定要走得曲折一些，才能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而我想要的不过是这样简单而真实的幸福罢了。